孩子是我的，你听到没有？那孩子是我的，咱俩明天就验血清，验完血咱趁他不注意，咱们远走高飞，咱俩回老家。你真不要脸，你是你的吗？当命运踩进泥潭，我却把最锋利的刃对准了身边人。我叫安坤，靠着一根悬在摩天大楼外的安全绳，我勉强能在这偌大的北京城里租上一间潮湿昏暗的地下室。而我老婆刘苹果作为洗脚城的金牌技师，平日里看上她的男人不计其数，我却只能为她隐瞒已婚的身份。别闹，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。来，起来，我给你没有，我给你捶捶背，起来，起来，看。我知道为了多挣点钱，哪怕遇到一些难缠的客人，他都选择了妥协和隐忍。可他怎能随便把自己灌醉，稀里糊涂的就上了老板林东的床？而这一切恰巧被擦玻璃的我看得一览无余。看什么看？你没见过呀！我告诉你，你别敲窗，敲破了，我告诉你啊！我的胸腔仿佛被一柄生锈的刀片豁开，腥热的愤怒裹挟着冰渣般的屈辱，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，那就是用拳头砸烂林东那张油腻的脸。你们干嘛？什么给我死干什么？林东死了，我压着你了，你快叫保安！当苹果带着泪痕的嘴唇贴上来时，我就回想起了蜷缩在林东身下的画面，一种被背叛的刺痛席卷全身。我像触电般推在他，眼神里全是嫌弃和厌恶，喉咙里蹦出的咒骂写满了伤人。此刻的他越是卑微，我却越难以放下对他的抵触。两人的泪水混在一起，像两具被命运踩碎的瓷瓶，分不清是谁的绝望更彻底。从那之后，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陌生，走路的时候总会刻意的避开彼此。曾经的亲密无间，如今只剩下了冷漠和隔阂。我心里咽不下这口气，决定去找林东讨个说法。2万块钱，银行那么多钱，你不去抢去？什么精神损失费？去你的！我告诉你，你小心我挡到你的嘴，你敢？我原以为2万块不过是他洗脚城里的2瓶洋酒钱，却没想到这个平日里打扮的人模狗样的大老板，连这点精神损失费都不肯出，而是给了苹果2000块零花钱给草草打发。我不甘心，气冲冲地找到老板娘。坏蛋干出这样的事情，我一点也不奇怪。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一天，况且已经不是第一次了。他这个人呐，在钱上不太计较，但是死要面子。给你钱，他就彻底输了。他几句话像子弹一样，击穿了我精心编织的勒索剧本。我老公给了你一顶绿帽子戴，你也给他一顶啊。我原本自诩为受害者，如今却主动踏入泥潭。从老板娘的美容院出来后，我短暂地感受到一种扭曲的胜利感，脸上多了一副女士墨镜，阳光刺得眼皮生疼，仿佛要射穿我内心的阴暗。也许我和林东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，甚至比他更卑劣。他至少能用金钱和地位掩饰欲望，我却只能用身体作为筹码。原来堕落的快感比想象中更容易让人着迷。本以为从此不会再跟林东有任何交集，可生活并没有放过我们。不是我，肯定不是我。得知苹果怀孕的那一刻，我感受到的不是生命的悸动，而是林东更直接的侮辱。无数杂乱的念头涌了上来。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就一直活在阴影里，内心深处的猜忌和不安像野草一样疯狂的生长。就是不想要了，明天就去医院把它做。面对血缘伦理的拷问，我想出了2全的办法，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悲剧角色，用苹果的身体做赌注，拿未出世的孩子当筹码。我要将敲诈正当合理化。你别记住我，只有老天给的机会。穷人本就没资格谈尊严，我将自己的堕落归咎于社会的不公，第一时间把这个消息告知了林东。刘苹果怀孕了，那恭喜你啊！要恭喜的是你。你老婆怀孕，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他认定我是想借怀孕讹诈他，我就坐下来跟他慢慢推算，所有日子都对得上。也许是因为心虚，他直接把我撵了出去。可是我知道，他心里肯定也在犯嘀咕。虽然林东家大业大，却和老婆多年无子，这也许能成为我翻身的机会。
这事我已经决定了。我的人生原则就是，有一个事情有70%的可能性，这个事情就值得做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多久，林东再次找到我，和我商量起了代孕的事情。那小孩如果生下来是 B 型的呢，那就是我的孩子，那我就给你10万块钱。那如果是 A 型的话，那你也没什么损失。10万元的巨额诱惑很快击中了我的心里软肋。我清楚这笔钱能瞬间改变生活现状。就这样，我同意让苹果成为代孕的容器，将孩子视为可交易的商品。苹果深知底层女性的不容易，活着比尊严更重要。她心里难受，却也只能对冰冷的现实妥协。猴急的林东马上拟好了代孕协议。我原以为金钱能填补尊严的缺口，可签完字的那瞬间，我却感到更大的黑洞等着我跳进去。从今天开始呢，刘苹果就是我们重点保护文物啊，你可对她好一点，要不然1分钱你也收不到。可将我划入合作者阵营，实则宣告苹果彻底沦为生育工具。我仍是林东操控的妻子，连对老婆的保护都要听命于对方。我意识到，从这一刻起，这张协议就撕裂了我和苹果间残存的夫妻情感。我们的婚姻已经沦为资本游戏的附属品，车上的4人各有心事。原本不会交集的2个家庭，此刻被一张见不得人的协议捆绑在了一起。随着苹果肚子一天天变大，林东对她也越来越照顾，经常带上一大堆补品，对我们的生活也开始指手画脚。我们2个才一起洗澡啊？啊，那怎么行啊？那怎么不行了？那万一你忍不住呢？我们俩2口子，我们俩又没偷人，干涉我们的生活方式，甚至对床位也挑三拣四。家里说睡左边容易生男孩，有钱人连空气都要按他们的标准过滤。我仿佛意识到自己作为丈夫的职能被彻底架空。林东表面上是对胎儿的保护，实则宣告着我连最基本的夫妻生活都要被剥夺。动了！哎呀，小家伙，哎呀，老婆一来你就动了。一方面我要依赖林东提供的物质，改善苹果的生活。你咋知道一定是你儿子？另一方面，我又痛恨这种施舍，更加凸显自己的无能。没动也不能证明就不是我儿子啊！你就盼着是我儿子啊！我既害怕林东会借此剥夺我的父亲身份，又害怕孩子真是自己的会人财两空。看着他们和谐相处的画面，恍然间我变成了最多余的人。终于等到苹果生产的这一天，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待着那个也许能改变我命运的胎儿，可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。你弄错了吧？我不是 A， 我是 B。那你老婆有可能是 A 型血啊？她是 O 型啊，这肯定是你们给弄错了。这错不了，怎么能错呢？除非是你老婆跟别人。不是张大夫，这话可不能这么说啊！我的亲生骨肉此刻却成了我的阻碍，瞬间陷入了经济与亲情的双重绞杀。因为那10万元的补偿款，我不能急着和儿子相认。一张轻飘飘的血清报告，成了压垮我良知与尊严的最后一根稻草。你觉得多少合适啊？1500。什么呀？别，3000也不行，3000。这干嘛的？就别人以为干嘛的？好了，行。医生表面言之凿凿，最终被我4000块的代价轻松收买，攥着那梦寐以求的10万块，我却一丝也高兴不起来。也许这场交易最后根本没有赢家。林东以胜利者的姿态，温柔地抱着我的骨肉，动作娴熟了，仿佛他才是真正的父亲。你怎么还没存银行啊？这是我用老婆和孩子换来的，我还不好好看看。这些原本是我省吃俭用10年也攒不出的天文数字，此刻却这么轻松地摆在我的眼前。钞票散发的幽默味裹挟着我的呼吸，我只能通过趴在这些钱上，才能暂时忘却自己做的那些缺德事。按照之前的协议，苹果还要在林东家给儿子喂半年奶。看着他们彼此间默契的配合，多余的我想插手都插不上。林东逗弄孩子发出的笑声，像电钻般穿透我的骨膜。我的沉默好似已经麻木，如同一只被困在玻璃箱中的困兽，隔着透明的屏障，凝视着自己亲手摧毁的生活。我想让苹果回家住几天。那不行，那你说话得算数啊！哎，你不能。你走吧，在这屋子里啊，
连我都碍眼了，别说你呀。这场交易重塑了所有人的关系，仿佛我才是破坏家庭的第三者。我甚至怀疑苹果是否已从被迫屈从转变为了对林东的依赖。当我发现10万块买不到苹果哺乳时的温柔垂眸，换不回孩子无垢的出笑，数不清篡改血型的罪孽时，这场交易或许已成了资本对穷人的降维打击。于是我决心向苹果坦白一切。那孩子是我的，我背着你把孩子血型给改了。就编吧你怎么那么能编呀？你不是就是嫉妒吗？我现在就告诉你，没有的事儿，你爱相信就相信，不相信拉倒。你他妈缺心眼！我骗你这个干什么？我那孩子是我的，你听到没有？我原本坚信篡改血型是为两人未来谋划的聪明手段，但苹果的不信任彻底撕碎了我这张满是谎言的脸。他的质疑无异于对我父亲身份的全盘否定。说出真相的瞬间，失控的情绪占据了我的大脑。别人可以不相信我，唯独你刘苹果不行啊！我把所有的不甘和怒火都发泄到了苹果的身上。这一刻的暴怒放大了我长期压抑的自卑，夹杂着我对城市规则的绝望。但从说出真相的那一刻，我就想要回属于我的儿子。于是我利用职务之便入侵了林东家，我把苹果绑了起来，将孩子掳走。但林东报了警，我很快被抓了。随着警察一起来了，还有一份亲子鉴定。安坤才是支持 M9612的，他才是孩子的亲生父亲。我向林东摔回那10万块钱，此刻只想带着孩子离开。你把钱拿回去吧，把孩子留给我。他是我的，以后我们俩要相依为命。我还可以加钱，你就给开个数。林东的加价没能动摇我的打算。我看到苹果的眼眸里晃动的不是憎恨，而是对我的怜悯。可他摔门而入的决绝，彻底摧毁了我对这段关系的幻想。我就给你们3天的时间，不然就法庭上见。我撂下一句狠话，转身离去。然而我并没有等到那一天。后来的苹果自己带着儿子消失在了我的生活中。我曾拒绝承认自己的无能，用谎言编织成网，将苹果越捆越紧。苹果便宜又好吃，却也是谁都可以吃的。直到最后我才明白，自己才是亲手把它吊到悬崖上的刽子手。我曾试图以尊严兑换生存，用道德置换利益，却在城市丛林的血肉交易中沦为傀儡。我曾试着将自己的灵魂送进镀金的牢笼，最后却发现自己连做囚徒的资格都没有。